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把钢丝球塞进塑料瓶里面，原来用处这么厉害，解决了家家户户的大难题，既省钱又实用。钢丝球咱们家家户户都会用得到，每天用来刷锅洗碗，用起来确实非常的方便。但同时钢丝球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刷完锅洗完碗之后，上面总是油腻腻的，摸得满手都是油污，同时还容易割伤手。今天就教大家用钢丝球和塑料瓶做一个洗锅洗碗神器，方法既简单又好用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钢丝球，再准备一个从大街上捡回来的塑料瓶，把钢丝球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我们现在将塑料瓶处理一下，随随便便准备一个塑料瓶，方形的圆形的都可以，然后用剪刀把上面的这个塑料胶签剪掉。这样的塑料瓶相信家家户户都有许多，尤其是过春节这一段时间，家里面的各种饮料瓶子堆得到处都是，卖又卖不了钱，扔掉既污染环境，并且特别的浪费。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利用起来，放在家里面有许多的用处。比如说今天把它和钢丝球搭配在一起，就是一个绝妙的用法。先把塑料瓶放在一旁，我们现在将这个钢丝球来稍微改造一下。钢丝球它的柔韧性其实也非常强，轻轻一拉扯可以随意造型。接着再准备一根这种粗粗的绳子，像这个绳子一些牛奶盒子上面、礼品盒上面都会有哦。没有的朋友也可以用家里面的毛线，越粗的绳子越好用。接着将绳子穿过钢丝球，从钢丝球的最中心处将它穿过来，这样会更好穿哦。穿过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下面再把塑料瓶拿过来改造一下，先把瓶盖扭开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进来，盖上瓶盖，左右不停地晃动，将瓶子里面清洁干净。洗干净后将水倒掉，再把瓶盖拧紧，然后取出家里面的剪刀，从瓶子的这个地方将它剪开，一分为二。剪下来的瓶子下半部分就不要了，只需要上面的这一小部分。用纸巾把里面的水分擦干，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干燥的状态。接着再用剪刀沿着边缘处将它修剪一下。如果你家的钢丝球比较大的话，那么就不用再修剪了。钢丝球比较小的，我们就再把它修剪得小一点，这样和钢丝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更加的好用。变成这怂样就可以了。现在用一个粗一点的针，在瓶盖上面戳上2个小洞，接着再用剪刀把这2个小孔将它这样转动，转大一点，此时看上去有一点点像猪鼻孔，对不对？现在把刚才的钢丝球取过来，将绳子的2头分别从这2个小孔中穿出来。如果觉得不好穿的话，
我们可以先把盖子拧开，先把2根绳头从瓶盖处穿出来，接着再把瓶盖取过来，用绳子的2头分别穿进盖子上面的2个孔，接着将瓶盖拧紧，然后再把绳子这个地方打结。打结的时候打得死一点，这样更加牢固。然后将绳结头处打一个死结。最后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像一个电灯泡啊？作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我，每天都要刷锅洗碗，很多时候都是徒手洗。夏天的时候还好，水没那么冰，洗起来也非常方便。而冬季的时候，水又冰手又冷，洗完之后手上还油乎乎的，尤其是洗锅的时候，用完钢丝球，满手都是油渍油垢，一不小心手一打滑，手上还会被留下一道小口子，特别的痛。其实有了我们自制的洗碗神器之后，这样再用它来刷锅洗碗，整个手都不用再去沾到水，并且也不用再担心钢丝球将手割伤了。尤其是用来洗炒过菜的锅，特别的方便，整个过程都不用手去粘贴锅的内部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在刷洗的过程中，手再也不会触摸到油渍，整个油腻腻的锅子全部被洗干净之后，手上都还是干干净净的。而且每次用完之后，只需要用清水稍微冲一冲，洗一洗就干净了。洗干净之后直接挂在墙面上的挂钩上，既不占地方又美观好看，真的超级好用，超级省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就请你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和支持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